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， 今天要来开箱这盒 Mega 裂空座。以前我就有开过一盒一般版的异色裂空座表现呢在 Pokemon 模型里面算是前段班所以 Mega 进化自然我们也要来开一下买一下。今天的开箱呢会包含整个板件介绍、组装过程、外观点评、可动以及最后我个人的推荐度。那就赶快来看一下这盒 Mega 裂空座表现如何。哈基梅马修。板件数量8片，比起以往的 Pokemon 模型来说比较大片，当然也是因为 Mega 裂空座本身身长就很长的缘故啦。板件上的零件数量是不多，看起来就是很长。另外呢，黄色的板件针对这次的胡须采用软胶材质，等等来看看效果。接着看一下补色贴纸的部分，不得不说有点大片让我开始有点担心这盒的分色了。那我们就进组装时间。好的，各位，这盒 Mega 裂空座是组装完毕了，可以看到，真的超级大那组装体验上呢，我个人是偏向蛮满意的应该说有意料之外的地方。那有意料之外的地方，而且呢，它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话，基本上我个人就会偏向好评来看一下外观，就3个字：霸气无比。根据盒子侧面标示，这只体长超过30公分，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。拿一下 HG 的模型摆在旁边就知道有多扯了。除了超长的体长之外，配上同样特长且带有特殊造型的胡须，让人有种很眼花缭乱的 feel， 也变得更像印象中龙的形象。当然，这是 Pokemon 官方本来的设定稿。比较一下设定稿之后，会发现在胡须的配色上有差异。设定稿是渐层的橘黄色，模型本体则是使用了单一的黄色。这部分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啦，毕竟在成型色上呈现渐层效果本来就有难度。就我所知，目前大概就是 FRL 系列有做到。不过啦，就是1分钱1分货。身体各处如同一般裂空座，有着裂甲的外观，主要分布在胸甲以及各个关节处。这些部位都使用了分件来处理，各处齐的黄色也都使用了分件，包含嘴唇、眼神装甲、耳朵前缘等细节。换作其他模型，这些部分可能就直接用补色贴纸了。爪子跟牙齿的部分也延续了裂空座的优点，同样都有做额外的分件。再来看到的是躯干各处红玉的部分，在内层采用了渐层色的反光贴纸，配上透明红的外观零件，会有种晶莹剔透的感觉。本来以为大张的补色贴纸会很惨，但现在看起来我完全可以接受。贴纸的部分反而成了加分的点，算是我意外和满意的地方。接着看一下胡须的部分，本身呢是采用软胶材质，基本上把玩的时候不太需要担心断裂。但也不要弯折的太过头龙角延伸处采用了2片卡榫组装，基本上这边是不必担心脱落的。至于嘴唇上装甲的胡须，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。首先，胡须跟装甲本身是2块独立分件，那根据原设定稿上面是偏薄啦，所以呢卡榫自然而然就不会到太深。那这样的条件下配上这么长的胡须，那把玩的时候就会常常发生脱落，扭转躯干时手不小心会容易拨下来，或是想换姿势时手稍微拨弄一下就脱落。这一部分确实是蛮恼人的。拖地的问题也会有，不过是有解决方式就是了。这里的胡须是分成3段组装，那造型是固定的，所以可以拆下之后再换个角度装上去。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解决胡须拖地的问题，只是还是蛮长调的就是了。
尾巴的胡须就还好了，嵌合在2片尾巴零件之中，因此不会产生脱落，也是可以透过旋转尾巴调整角度。不过意义比较没有那么大就是了。再来看到补色贴纸的部分，首先是常规的双眼，那这一部分呢是连同眼睛周围的黑色，都是采用补色贴纸。嘴巴、舌头的部分，以及嘴巴内侧上半部的部分，在一般的裂空座里面是没有的。这一次给出来一个补色的方案，还算可以接受。再来是这一次万代又偷懒的地方，嘴唇装甲的下半部，在这里又偷胶，而且偷很大的一片。这里是用一张大张的绿色贴纸盖过去。坦白说，如果这里有好好设计的话，胡须掉落的问题应该可以减缓不少。只能说还得是万代啊。最后套件内也有给出一个底座。Mega 裂空座本身是无法自行站立的，底座造型跟一般裂空座一样，采用云朵外观，设计上有所不同，而且比起一般款有明显的改善。一般的裂空座就是开个槽给你，剩下的姿势什么的自己想办法吧，比较难站稳。那这一次的 Mega 版，这底座有一个特别设计起还有身体的插槽，摆上去那就是稳一个字啊。比起刚刚胡须的偷胶，这一部分的改动我是非常满意的。接着看一下可动。可动上的话，前面刚刚有提到过，胡须会各种阻碍你的把玩哦。那其他呢是没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。头部可以自由旋转，嘴巴也可以张开，手部可以360前后旋转，手掌也可以360度旋转。其他的话就是各处黑色的连接处都可以自由旋转，摆出自己想要的角度。那配合底座，可以摆的姿势算是比一般版的来的多一点。此外，针对龙身弯曲的姿势，说明书上是采用缩短身躯的方式。那我个人是试了一下不缩短的状况啦，稍微有上半身会稍微过重向前倾的问题。要摆姿势的话，还是会建议按照说明书上来摆设哦。那以上就是这盒 Mega 裂空座的开箱了。那你要问我推荐度的话，大概10分我也给个7分吧。那首先当然就是分色啊。那以分色来说，这一盒真的算是 Pokémon 模型里面的顶级了。那各种分色基本上都有做到，虽然有一些部分是用补色贴纸。那不过基本上都算是常规操作啊。那主要个人是还是觉得说这些黄色的边框什么的，这些细小的地方万代都有做分件，算是非常有用心设计的地方。然后再来是底座，底座比起一般的裂空座也是有改良过，这点是真的蛮不错的。那当然啦，最扣分的地方就是可动的部分。可动的部分呢，跟裂空座一样，就是完全没有变。啊，最扣分的地方就是胡须啊，这个胡须在可动上面是真的非常恼人。那你在把玩的过程中一定会一直狂脱落。那这一点我是有玩到稍微生气的。如果你是买好之后，然后接下来组装完毕就把它摆到柜子里面去，那还有一件事情要注意，那就是它的身体真的非常非常长哦。那当然啦，看你怎么看它啦。那比较正面一点的看法就是，哦，这个很霸气，然后呢可以把它当做镇家之宝。第二种看法就是比较多人会看的看法哦，就是空间杀手。所以呢，在买这一盒之前呢，一定要三思一下，因为这一盒会直接吃掉你的模型柜超过30公分。所以真的一定得三思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Mega 裂空座的话，那再去买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那我们下一盒会开 FRS 的地方，那欢迎有兴趣的观众不妨按下订阅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下一次影片。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，拜。